我是可以解释一切，我不想解释。我让他什么也解释不了。田默，田默，田默，把门打开，我是罗文。田默，田默，把门打开。田默，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你冷静一下。出去！你出去！我不想听任何人说。你在这有什么用？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有什么用呢？你出去！你出去！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人已经死了，人已经死了。你出去吧！出去！人已经死了。别管！我不想听你说，出去！出去！你看。先生，是我害了你。我要是当时拦住的，他就不会死了。我要是当时拦住他，他就不会。你听我说，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我比你更难过，我比你更自责。那天在车站里，刺客把我一把推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是如何把手枪掏出来，向宋先生开枪的。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子弹是如何穿透宋先生的胸膛的。宋先生中弹倒在血泊里，那一刻，我觉得应该倒下的是我，应该中弹的是我。好了，好了，田默，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宋先生，就这么白白的死了？绝不会的。我们一定要让事实真相公诸于天下。你也看见了，昨天我已提出弹劾本届内阁和国务总理赵秉钧。那袁世凯呢？他也同意。我根本不相信他，他从头到尾就是个主凶。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即使他是个骗子，即使他一直在说谎言，可是，在谎言被揭穿以前，我们只有一句法律，我们别无选择。你听见了吗？你不用怪自己。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会成功的，我们一定能成功，你相信吗？相信，相信。议长先生，各位议员，我今天做出了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定。我决定罢免我的旧友，国务总理赵秉钧，他的职务暂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行其职。中华民国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让我们的智慧引领我们度过这一难关。真是无官一身轻啊！
老爷，擦把脸吧。给我盯密着点，一只苍蝇也不许飞进来。哎，听见了没有？好好干啊！啊！回头把这些人都给我辞了。老爷，他们可都是咱们赵府的老人啊，全部辞掉。那就找几个新仆人补上。下去。老爷，吃点早点。啊。老爷，先生，我错了。袁世凯杀了赵秉钧，法律解决宋案的路子已经堵死了。我同意先生的看法，发动2次革命。我也做错过事，我坚信我们不会分道扬镳的。走。大总统，孙文、黄兴正在上海密谋2次革命。老百姓最怕乱，革命不得人心，老百姓又要吃苦了。可如果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跟上海的革命党勾结在一起，内外交攻，政府可就内外交困了。志全啊，治安忽然暴死，国会议员们有什么说法呀？当务之急是2次革命的事儿，治安的事儿没人顾得上。那说说你有什么办法？请大总统立即发兵，扑灭叛逆。志全啊，你现在是代总理了，考虑问题，不要脑子里老是枪啊、炮啊、打仗。你要学会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啊？他孙文想打仗，咱们如何能不想？唉，那你说，咱拿什么打呀？大总统，不是有咱北洋军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的是钱呐。可这民国以来，地方各省连1块钱的税收也没上交中央，这军队没饷，啊，你说拿什么打呀？哎，大总统一声令下，咱北洋军弟兄们给孙文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全国有22个省，有10个省的都督是国民党员，支持孙文的至少还有5个，
一旦打起来，15个省的都督都支持孙文。志全啊，这仗一打起来，没有钱，没有大钱，撑得住吗？那咱们向外国人借点钱？那还用你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借吗？民国以来，无论是孙文的南京政府，还是咱们北京的政府，各国政府是一律不予外交承认，所以那个5国大借款就一直谈不成啊。有哪个国家的银行愿意和一个风雨飘摇的政府打交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就要有办法啦。大总统，英日法德俄5国公使都到了，他们准备向我中华民国递交国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不是5国财团的首脑都来了？是，都到了。讲，哈哈哈哈哈哈！志全啊，你输了，我输了。大总统，真是料事如神呐！我可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这个关键的关键是咱的国会开得好。大总统，我听说咱国会开得好没面子啊！一说弹劾内阁，洋人们都鼓掌，幸灾乐祸。你错了，知全。他们的掌声可不是幸灾乐祸，那是由衷的赞叹咱们的民主政治。赞叹？我问你，什么是民主？在洋人看来，你这国会里吵得越欢，证明你越是民主。倘若全体一致，哎，他反倒认为你是专制。所以啊，这一年呢，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谁懂得民主政治，谁就是赢家。志全啊，你要记住，这共和国就是要学会用共和的办法统治共和。怎么样？再来一盘。好，诸位，请吧。12点先生，咱们可是老朋友了。Mr. President, do you still remember me? 哪能呢？哪能忘了？你们都记着，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是12点先生，还有诸位公使和银行团的朋友们来见我，都要立即通报。是，大总统。Mr. President, we are afraid to disturb you for such small matters. 你们来见我，要论私情，那是友谊；要论公事的话，那就是外交。其实啊，我是一直盼着能见你们呢。What's this? I see.
Is it us you're expecting, Mr. President, or is it the money? 这锅饭咱焖了2年了，该结锅了。True, but I'm afraid it's your Congress that must lift the lid, Mr. President. The size of this loan is so large that our governments cannot approve it unless your Congress approves it first. 咱们这么说吧，要是我的国会不批准，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国会？ No, I'm not really sure who to believe. Right. 这是利益，你们说是不是？ Well, Do you think we can that's trust true, Mr. President, but we must follow the correct procedures. 程序毕竟是程序。利益毕竟是利益。 Profit is after our interest. 诸位在座的朋友消息比我灵通，孙文现在在上海正在密谋叛乱。说穿了，我需要这笔钱来平定叛乱。 Yes, Mr. President, but 事情是明摆着的，我需要这笔钱来保持我们国家的稳定，而诸位呢，需要我们国家的稳定来保证你们的钱生钱。这就像老母鸡，它总得有个安安生生的窝才好下蛋吧？啊？ Well said. You've got a point there. Point there. 哎，不，你们坐，你们坐。志全啊，在。我的这些老朋友，你要好好的关照。当然了，只要无损我主权，怎么谈都可以。是，大总统。 还有件事儿。 Well, there's another thing. 我听说 I heard 这签合同也有个规矩，就是合同签订了要生效，也在3个月以后。我也有个规矩，这2500万英镑的借款，其中的10%，也就是250万英镑，在签订合同的当天我就要，不然这份合同咱们就免谈。 听得见吗？喂，是胡汉民都督吗？给他电话。好，对，在这儿。总理指示，请你到上海来一趟。喂，到上海来一趟。喂，先生，广东、是百文卫都督吗？安徽、对，湖北。啊不，这个啊，放这个。 5、6、7、8、9、10。先生啊，克强，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形势啊，从表面上看，袁世凯好像占了我们上风，他有枪有炮有北洋军嘛。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儿，整个长江以南的所有省份，克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整个长江以南的10个都督，都是我国民党员。 黄河以南大多数省的都督也都是赞成我国民党的政策和方针的。我算了一下，一旦2次革命爆发，我们可以调动15个省的兵力啊，15个省的兵力，15个省并举的话，直捣黄龙。15个省的都督电话全都打通了。好，先生，各省裁军以后，虽说军事力量尚有保留，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出兵对抗袁世凯的北洋军？ 想过没有？这是个问题嘛？这不成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只要振臂一呼，你还怕没有兵吗？钱呢？征兵需要粮饷，购置武器也需要花钱，而且战事一起。 就算西洋各国不帮助袁世凯，起码人家也会保持中立。那么向他们购买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民国的兵工厂都在袁世凯手里，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买武器呢？你怎么总是纠缠这些具体的问题？
打仗就是非常具体的事情，不是你这些纸上谈兵。喂。啊，好的，明白了。柯强，这是30万，你先拿着。你哪来这么多钱？房子的。先生，你刚刚有一个家，不能就这样子把房子。国将不国，好的，好的。何以为家？柯强，推翻满清，10次革命都没有难倒我们，这一次也难不倒。柯强，等我15个省的都督全都来了，你向他们做具体的军事部署，筹款的事还是由我来。先生。先生啊！给大帅请安。哎呀，你看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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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来，这都民国了，这些老规矩就不要讲了啊！起来。你看我这个当大哥的，真是对不住你。这国家没钱，别说军饷了，就连诸位弟兄也跟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受苦受累。这是民国以来借的第1笔外债，弟兄们先拿着，聊胜于无，算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对弟兄们的一点心意。大帅恩情，山高海深。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诸位弟兄们，为国家建立功勋的时候又到了。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和黄兴他们这俩人，除了捣乱，就没别的本事。我受4万万人民付托之重，绝不能以4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听凭他们捣乱。大帅，您说吧，怎么打？知权现在是代总理，且为陆军总长。北洋第1阵留守不动，你们3个率各部分5路进攻。具体的任务，明日由知权向你们分派。是。大总统，孙文飞袭传令15省，2次革命同时并举。大总统何以仅下令进攻5路？知权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分5路进攻，也是高估了孙文的能力。你看，江苏、安徽、江西这3个省的都督是孙文的铁杆，孙文一旦下令，这3个省必然响应。至于武昌，说是他的革命圣地，黎元洪那个老狐狸不会听他的。我分兵1路指向武昌，只不过调遣而已。最后就是云南了。蔡锷会不会反，也在2可之间。其他的10个省，用那玩意儿就能摆平他们。大总统英明。我这辈子从来都把那玩意儿当成王八蛋，可是真要办起事儿来，就是那王八蛋比什么玩意儿都管用。先生，目前为止，
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决意起兵。其他省的国民党都督，他们在干什么？情况不太一样，多数都督说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汉民呢？他怎么说？胡汉民都督从广东发来密电，说军权被陈炯明把持，军队他调遣不动。蔡锷将军呢？他不会调不动军队吧？蔡将军的态度我还是清楚的，我专门派人到昆明跟他谈过。他怎么说？民国初建，稳定第一。稳到袁世凯称帝。蔡将军说，只要袁世凯敢称帝的话，他在西南也称皇帝。蔡松坡要当皇帝。先生，蔡将军的意思是，如果袁世凯现在没有称帝，我们就应该忍耐，不能轻举妄动。蔡松坡，糊涂啊！蔡松坡糊涂啊！我国民党毫无纪律，以至于失败于此。对不起，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什么没柴烧。青山不青山，还有个狗屁青山！那么多党的干部不听领袖的话，国民党这座山枯死了。报告总理，张勋的部队已经打到南京城下。先生，我哪怕还有一个省的都督，我都要进行二次革命。你干什么去啊？你，先生。放开！你要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嘛？我再说一遍，我要去，哪怕只剩下一个省的都督，我要进行二次革命。先生，那你去干什么？我要去南京，组建二次革命大本营。先生，要去我也去。你不去，你去干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去？先生，你，先生，你嫌我孙文不会打仗？不是先生啊，先生，我党可以没有黄兴，不能没有先生啊！你放手！你放手！你放手！先生，冷静点儿。你放手！放手！民国以来，袁世凯暗杀元勋，玩怒约法，善借巨款，专制自立，其蹂躏共和，以兵推及天下，待人民为奴隶，视民主若仇敌，实属有负国民委托。我国民应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我就这么走了。
你这么走，我走这儿。你怎么不长记性？好，哎，臭气，臭气！哎。怎么样？大总统，安居平5路。哪有什么5路？也就江西、南京打2仗罢了。张勋来电说，江苏都督程德全化妆成和尚，披着袈裟，敲着木鱼逃跑了。那孙文也一定跑了。我这就下一道命令，把全国的口岸都给封死。还是开个口子的好。放了他。这个人是块烫手的山芋，抓了他，那是杀也不是，放也不是。咱们不是给自己添乱。我现在总算明白，当年这老佛爷对什么事儿都能举重若轻，唯一这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这孙文，到死也不放心。还是发一道通缉令，给他定个叛匪的罪名，悬赏20万现大洋。既不抓他，又通缉他，我明白了。大总统是要轰走他，再派个卒子过河，跟上他。不是说不杀他吗？我是说我不杀他，可我没说不让他死。小心一点。1913年9月12日，快！孙中山领导的2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叛国罪悬赏通缉革命党人。葛强，葛强啊，不要着急，消息会来的，消息会来的。袁世凯封锁了所有的口岸，我们就是上了船也不一定出得去。要出去，我们一定要出去。到了日本，我一定要发动第3次革命。先生，我们就剩下这几个人了。哈，人会有的，怕什么？新中卫当年举事的时候，连我才4个人。可强，满清300年我都推翻了，我还怕一个袁世凯？先生，嘿，嘿，先生，情况怎么样？见着广州领事馆武官多贺少佐了，他说有条货船可以上。好，我们现在去日本，还不能去。为什么？多贺说，作为朋友，他非常希望您到日本。可是，袁世凯既然以国家的名义对您发起了通缉令，所以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落井下石啊！
多和少佐讲，他尽量给你想办法，让您先到台湾去躲避一下。好了，上船吧。稍等一下，我已经跟船长讲好，您就说您是船长新招的伙夫。伙夫？好，流亡的日子又开始了。走吧。走，哎，快走，快点，跟上，走，快，跟上，快。快走。蔡锷将军，请留步。大总统吩咐，蔡将军是自家人，不必拘泥行迹，请换便衣来见。可我没带便衣啊。大总统给您备下了。唉，坐。你要是反对我，就像江西的李烈钧一样，可以宣布独立；你要是反对孙文，也要明确的表示。总婆，二次革命，你宣布中立，为什么？当时，大总统并未要属下参战，宣布中立，正好获敌于不防。一旦大总统下令，即可出奇制胜。总婆，很妙啊！你是军人对吧？军人不可无纪律，对吧？